走，看山去。好，下一个关键词天葬，天葬，哈哈，我们也是犹豫再犹豫，我想不讲一下它，也有点对不住大家哈。其实我也接触了很多次天葬，也看过，也拍过，到后来自觉的就不去看了，也不去拍了，尊重他们哈。今天不展示天葬的照片，展示一些周围照片，哈哈。这是一个秃鹫照片，天葬的主角啊，主角可能一个是地上的那个逝者，另一个就是他们，哈哈。先认识一下，这叫秃鹫。秃鹫这个头是白色的哈，因为这参加过天葬，正在吃的热火朝天，所以头染红了。哈哈，其实本身不是这个颜色啊，白色的。这种动物进化的很有意思啊，它似乎就是食腐动物，就是为了吃那个尸体，为了钻到动物肚子里，为了利索，才把自己头部脖子上的羽毛完全给退掉了，啊，变成一个秃的一个鸟类。那其他鸟类没有这个样子的哈，它就是适合自己的进食习惯，然后进化成这个样子了。然后了解一下高原的葬礼吧。以拉萨为例啊，看看拉萨如果有家里一个人去世了，都有哪些程序，他们怎么处理哈？这个既然青藏高原的符号讲到天葬了，我们就生老病死哈，了解一下藏族人的死亡。当然每个地方的死亡处理方式不一样，拉萨比较有代表性哈。我总结了这么14个步骤哈，一步一步来。第一步喂金丹，金丹是一个丹药哈，一丸药。啊，这个人临咽气之前，一看这人不行了，啊，快落气了，家里头人就会给他喂一碗丸药，啊，这碗丸药是提前准备的，是寺庙的高僧给他做的，这个里头包括的内容很复杂，我看那个介绍，甚至有那个活佛的大小便都有啊，这里面有其他的各种药呀，什么东西都有啊，叫金丹。第二步做抛瓦，啊，抛瓦是一种法事，就是这个人咽气了，去世了以后，紧跟的要马上做下一个环节，就是请一个高僧过来，要给他做抛瓦仪式。抛瓦仪式的核心内容除了念经，要在他天灵盖上开个口，开个洞，啊，为什么要做这个仪式呢？就是说，他的灵魂从这里离开身体，啊，藏族人认为身上要有个洞，啊，灵魂要从这儿离开。如果这个抛瓦仪式不做，这个口不开的话，灵魂会从屁眼里离开，这也就不洁净啊，这可能投生到恶趣去了，投生不到善趣里啊，对来世不好。抛瓦仪式有时候也不是当面做，比如有的高僧大德功力高强啊，隔得你很远，给你发功啊，你可能就家里头的砖都能倒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就给你做了抛瓦仪式了。还有的，你比如直贡梯寺。过些年会举行一次大型的抛瓦法会，所有参加过的人天灵盖就都开了啊！他说你都有个眼儿了，所以死了以后也不必要做抛瓦啊，这是一个环节。第三步扣木碗，就是把这个人那个木碗这个东西，藏族人尤其拉萨人是他的宝贝哈。这个人出门呀、喝茶呀，这随身都带的一个木头碗，跟他一辈子。吃饭啊、喝酥油茶、团糌粑都用的这个。他去世以后，把他的木碗扣下来，表示他不再吃饭了啊。然后第四步挂陶罐，就是家里头没他的饭了，吃饭怎么办？去门外头吃。门外头怎么办？挂一个陶罐，这个陶罐里给他围上僧，围上糌粑，啊，点起来，放到门楣上挂起来，就像我们汉人家里去世人以后挂一个白幡一样啊。这谁家挂了一个陶罐，哦，这家就有僧事了。有僧事了，周围邻居马上都变得很肃穆。首先是不要唱歌跳舞了，打啊嘎的也不要打了，哈哈，这个逝者为大啊。第五步回归出行，回归出行是干啥？把逝去的这个人衣服脱得干干净净的，洗干净，赤条条的，把它捆起来，捆成什么样子呢？在母亲的肚子里是什么样子，就捆成什么样子。大家看那个学过生理学，大概知道人在母亲肚子里是跪着。团的一团啊，
跪的头也在那儿歪的，就是一团儿。好，就回归初形了。最早是什么样子？把这个人又回归到那个样子去啊，然后捆起来以后，放在家里的一个墙角上，也不能靠地啊，地上铺几块砖，把它捆好，整个一个铺路布啊，就是藏族人用的那个铺路哈，给它裹得严严实实的捆好。第6步点成明灯啊，点上成明灯以后，就是周围朋友呀、邻居就会过来祭奠，祭奠的时候给他献个哈达，直接就挂在他的那个尸体上了啊。第7步啊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跟我们完全不同，销毁遗物不提名字，就是从他逝去的这一天开始，家里头就要把他所有生前用过的一切全部销毁，全部销毁，包括照片不留啊。这个家里头再找不到这个人一点点痕迹，就像他没有存在过一样。为什么？不要牵绊他，不要牵绊他，牵绊他，万一他留恋这个地方呢？留恋这个地方，他不去走，他不离开，不投胎，这对他不好啊。所以藏族人连照片都不留啊。你想想，我们逝去的人，我挂一个祖先照片供在那儿，世世代代要供的，每天多把自己照片当回事儿。藏族人没有，都销毁。然后家里头人从此以后说话交谈，连他的名字都不能再提啊。说到他的时候就说逝者啊，死去的那个人啊，或者那个人，就不再提他名字，因为一提他名字，也许他的灵魂在这里能听到，还会留恋这个地方啊。这个讲究很有意思哈。第8步，寺院供师请喇嘛，这个时候要到寺院里请喇嘛，干啥？请喇嘛过来念经啊，一般要请7个喇嘛，要念几天经，到寺院里上一些布施，同时还要请另一波喇嘛念咒的哈，咒师到天葬台去念经啊，因为马上要把他送到天葬台了，先到天葬台去念经。然后第10步，到了第3天或者择一个吉日，这个一般是活佛给选日子，礼拜天不行，如果第3天正好是礼拜天，这个要躲开这一天哈。礼拜天在藏族人看来是个黑日子，不吉利。到了第3天或者吉日的时候，这一天去送葬，在拉萨这个地方，直系亲属是要回避，就是家里头人不送葬啊，一般都是朋友呀、邻居呀帮忙，他们去送。各地不一样，你比如到了康巴藏区、川西啊这些地方，是家里头直系亲属去送啊，这每个地方不一样。第11步，供冲达，助转世，就是这个天葬结束了，家里头人回来了，回来以后怎么办？家里头他的一切都打扫干净之后，这个时候在家里塑一个像，可不是塑逝者那个像，塑一个佛像，或者画一幅唐卡供起来。然后这个唐卡的目的很明确，就做一件事，每天祈祷，帮助他赶快转世，而让他的灵魂赶紧离开，赶紧投胎。第12步，在头七这一天要举行一个仪式，叫索高。头七这一天，索高是干什么呢？就把门头上挂的那个瓦罐、陶罐拿下来，拿到拉萨河边，把那个罐子扔掉，把里头的东西倒掉，意味着原来你还可以到家里头门口吃个饭，哈哈，现在家里也没有你吃饭的地方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快离开吧，7天了，7天之后按说你就可以投胎了啊，这中阴身是要存在7天啊，7天之后投胎，就是你要是还不投胎，你只能到野外吃饭了，把你的饭倒到拉萨河边了，让他有一种急迫感，哈哈，这个意思。第13步，7这一天的施舍啊，7这一天要到大昭寺周边八廓街一带给乞丐送一些施舍啊，然后告诉乞丐要给我家念个什么经啊，念一句什么话，就是家里头人刚刚去世，乞丐们就会接到这个施舍，就会给他念经。然后有个讲究，就是在这7之内，49天之内，是家里头人不能洗头，不能娱乐，这跟我们汉族差不多哈。丁酉也好，守孝也好，肯定是好多事情都停了。7之后应该是可以洗个澡了，但是也不能娱乐哈。家里头人一般是第1年，你像我到了热供6月会，有些家庭不参与6月会，为什么？就是去年我家里头有去世了人，
啊，这一年之内有娱乐活动呀，村子里跳舞我们就不参加。最后一步，到了周年这一天，有个活动叫暖猪，这是一个狂欢节。就这一天，终于亲人逝去1年了，按说他已经投胎转世到世间了啊！你想，头七到7期之内投胎，然后怀胎10个月、9个多月，这个时候肯定生下了，生到哪里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家里头人就认为这是一件大吉大利的事情，要把亲戚、朋友、邻居全部叫过来，彻夜喝酒狂欢啊，庆祝这个人转世成功啊，叫暖猪仪式。这是拉萨的丧葬习俗。我在拉萨八廓街转或者城市里其他地方转，经常看突然一户人家里头点满了长明灯，啊，所有灯点满了，然后坐的一圈人，没有人哭泣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不主张人哭泣的哈。拉萨去世了人几乎不哭，就是你一哭泣，逝者可能就你是跟他牵连太紧密了，不要有牵连的意思哈。所以在拉萨看到他们所有的葬礼去世的这个场面特别安静，我的感觉哈。邻居们也很安静，他家里头安安静静，除非喇嘛念经，念经的声音也很安静。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天葬，天葬这个过程怎么闹？这几步哈。第一步还是拉萨的哈，以拉萨为例，天亮之前要到大昭寺抬上这个尸体哈，就是这个周围的朋友、亲戚、邻居啊，几个大汉扛上这个逝者，要在大昭寺八廓街转一圈，这个肯定是天亮之前要办了这个事儿，然后出城到天葬台。到天葬台，这整个这个系列是天亮之前完成，跟其他藏区不一样。我看色达那个川西最大的天葬台在色达哈，色达拉荣那个山谷里头，那个地方就是中午才去送葬。啊，为什么中午去？从早晨就开始了，但是一直到中午还有，因为那个天葬台太大了，周围的人也多。说最多的时候，他们说有一天要天葬17个人的。所以那一个一个来，大家也有个顺序。像我们这地方，到什么永安殡仪馆，也不是每天天不亮都去，有的家也去的比较晚，排序了。第二步解绑，解完绑以后把尸体再拉直，它不是捆成个婴儿状嘛，母腹里的胎儿样子嘛，把身体拉直，头发拴住哈，拴到一个石头上，然后用藏袍把身体盖住，这个我见过的哈。然后第3步伪丧念经。然后第4步把那个藏袍掀开，然后开始肢解，啊，这个不给看照片了，也不详细讲了。第5步肢解结束，呼叫神救，啊，那个秃鹰就赶紧都来了。第6步吞食一空结束，一切很快啊，这个天葬从开始到结束最多就1个小时就结束了啊。我见过一次，程序比较慢啊，是在那个甘南的朗木寺啊，也有一个大天葬台。在朗木寺那一天，大概是天葬的人也比较多，到后面秃鹫都吃饱了，可能到快中午的时候，天葬的人秃鹫就不来吃啊，那一遍一遍的念经，一遍一遍的叫，来了没几只秃鹫，进行的程序很慢。了解一下天葬台吧，世界上有3大著名的天葬台哈，这个印度的斯白彩天葬台也印作斯瓦彩，是密宗大师龙树开创的哈，在印度是有天葬的。当然很少，印度人现在举行天葬的这个很少，越来越少了啊，几乎看不到。然后直贡梯寺天葬台，这个是整个藏区青藏高原最殊胜的一座天葬台啊，是噶举派大师觉巴济登贡布创立的哈。注意一下，西藏人的名字中间有个点，分成2部分的名字，后面我要讲啊，觉巴济登贡布。然后桑耶寺第3著名的天葬台哈，在山南，它在哪儿？在青浦沟啊，离桑耶寺后山有一条沟，全是那个觉母女出家人在那里闭关修行的一条沟，那上面有个天葬台啊。这几个地方我也都去过哈，印度没去过。到这地方去了以后，人家喇嘛也不主张看，我想了想就没有去看。看几张图片啊，这个是亚青寺的天葬台啊，离色达不远。属于白玉县，川西的白玉县，下了一场雪，你看整个围起来的，这就是一个天葬台。这是那个朗木寺，就那天天葬，我说时间很长那一次啊，几张照片吧。
那天下的好大的雪，秃鹰不来可能也跟这个大雪有关系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那个直贡梯寺的天葬台哈，中间一块大的石头，据说这个石头是4只大鹏鸟是从印度抬到这儿的或者叫空行母抬过来的。藏族人嘛有很多这样的传说。这是西藏昌都比如县那个地方，它那一个骷髅墙，那地方的天葬是保留骷髅，然后把这些骷髅又建了一座围墙，四面全是骷髅，给人一种震撼去了一看，生命不过如此色达的天葬台也保留骷髅。藏袍汗相信直贡梯寺天葬场上的天葬台是4位空行仙女从斯瓦采天葬台搬来的，4只神鹫也跟着飞到这里，直到今天，这2个天葬台之间还有一缕马尾巴那么粗细的光相连接，如电线一般。这是廖东凡先生在那个《雪域西藏风情录》里说的，介绍这个天葬台。在这儿天葬的人，肯定是能转世到一个不错的地方。